给你透露一个可靠的内部消息：新项目的负责人这2天就要定下来，最晚下周。据说内部讨论很激烈啊。怎么，你是董事长的女婿，这事儿你不知道？你放心，如果定了你，我会全力配合万总的工作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定的是你呢？你会让我怎么配合你？志成，我觉得不管咱们俩谁赢，都不能忘了咱们是一起在西部摸爬滚打过的兄弟，不能伤了和气。听你这么说，好像是听说什么了。我有吗？进。王总，你找我，我也正找您呢。听说万黎明去见中银资本的吴总了，这吴总，你不前几天才跟他谈过吗？你消息挺灵通啊。我这不给您提个醒吗？自由港那个项目你一直在负责是吧？对。你去跟程博交接一下，今后由他负责。冯总，早上我真的是在和万总聊工作，你千万别多想。我也在跟你聊工作，你也别多想。可您这么随意处理事情，不光是对我不公平，大家会怎么看您？您考虑过吗？谢谢你替我考虑，没什么事儿，你可以出去了。追上！你站着！你那么着急干嘛？刘钊都跟我说了，他就是跟万黎明讲了几句话，你至于这么疑神疑鬼的吗？你这样有失分寸，你这底下人，以后谁还服你啊？我跟你说，现在万黎明要挖我的墙角，我必须去找补救的办法。你现在以身体为重啊，别的事儿你先别操心。我都帮你疏通好关系了，你慌张什么？光靠关系不稳妥。万黎明肯定是从你爸那儿已经听到些什么了。你冷静点，就你现在这种状态，项目到你手里也得砸。你学学人家万黎明，不慌不忙，深藏不露。你让我学他，学什么呀？学他挖人墙角，学他跟人玩阴的是吗？冯春生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还愿意帮你啊？我不在乎你的输赢，我不想看到你因为这件事变成一个疯子。
一如，我听说你出院了，身体还好吗？我已经没事儿了。我要走了。去哪儿啊？你来干嘛？你说我来干嘛？你不是在忙画展吗？你忙你的去。我来，你说。那个。啊。您的麻辣烫。说说你，别把自己搞那么惨。怎么惨了？爸妈能干，我不能干吗？以你的经验，找份正经工作不是什么难事儿吧？你非得……喂，高老师，你们老板怎么说啊？真的啊？那太好了。好啊，我跟他见面聊聊我的想法。嗯，好，我做个方案出来。好，谢谢啊。什么情况啊？李文雄，你成天深居简出的，今天怎么有兴致来陪我们混呢？老曹，你一向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的，怎么能不知道马总最近的动向呢9万。老万，马总，我能说吗？你说。哎呀，哎，李文雄啊，这可要恭喜你啊！这从今往后，你可是赤条条，来去无牵挂呀。羡慕了，你不是刚娶了个小娇妻吗？哎呀，不瞒你说啊，我现在啊，可真是有点后悔了，真没意思。去吧。哼，我说老曹啊，听说你最近又弄了单大的，花2000万买了个大 IP 呀。这么贵呀？你那个成本回得来吗？是。老曹的脑子是云计算，赔本的生意他是不会做的。看不看见？还是列文兄了解我。哎，你们别看我花2000万买这个 IP，一转手我就能搞出2个亿，你们信吗？
服了我这个。呀，台桌上都赢不了，就不要再再来一圈，再来一圈，不行不行，都不准走。今天啊，我非得跟这家伙一决雌雄不可。好，姐，可以啊，你这是要自主创业啊？试试吧。我还以为你是因为失恋自暴自弃了，我想多了啊。哎，记住。好嘞，抱歉久等了。在学校的时候啊，什么事儿都是别人安排好了，现在单干了，自己说了算了。我听说这个线上教育现在还挺热门的，姐，这事靠谱的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那你也没必要卖麻辣烫。不卖麻辣烫喝西北风啊？你先找份家教的活先干着呗，自由时间也多，挣的也不比这少。我也想过了，干家教干着干着又成专职了，给自己留后路就会分心。我这卖麻辣烫，哪天想不干了就不出摊了，白天我还能跟人谈事儿，多好。差不多了。那你这白天干完晚上干，你吃得消吗？有什么吃不消啊？哎，把这个送过去，在那边那桌，送完你就回去了啊。马立文，你躲哪儿去了？怎么了？我姐出院的时候，你连个面都不露，现在对我姐又不闻不问的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姐怎么了？她现在白天忙活创业的事儿，晚上在卖麻辣烫维持生计。照这么下去，没2天她可就累垮了。还要创业？我不管你们是因为分手还是什么的，反正我姐是因为你受的伤，你总得给她个交代。欣然，我和你姐的事儿啊，你不了解，你就不要管了，我心里有数，啊。春生，马总，这么巧，合同给您寄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一点信儿都没有，电话你也不接。喝酒了？跟谁呀？我自己。借酒浇愁呢？您就跟我说签还是不签？急什么呀？你反正一人，走吧，进去给我打几圈麻将。我现在都火烧眉毛了。书店，我现在是不想搞了，这事就算了。算了。您不是很看重实体书店的吗？此一时彼一时。您可以此一时彼一时。董事长交给我的任务，这点小事如果我都完不成的话，他怎么可能把更重要的事情交给我呢？啊，您就算帮帮我嘛。你就是想不开才把自己逼成这样。走吧，走吧，咱们换个地方聊。来，喝大了，我什么都不用想了。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无为不争的活着有什么不好？不愤怒，不挣扎，也就没有痛苦。你这个岁数还在努力的往上爬，我呢，船到码头车进站，不想再出发了。书店的事我不提了，就简单的。不想了。你不是跟你前妻已经彻底分开了吗？就因为如此，所以才看透了，放下了。你放下了，可你这不是耽误简单吗？所以我不能再继续耽误他了呀。你去哪儿啊？
看不懂你了。你在你周围筑起了一堵墙，把自己彻底遮起来了。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不管谁路过，他都不会打扰到我。你这不是解脱，你是自我麻痹。我的现在就是你的将来。你走吧，我们一会儿。清浅，你别走，咱们好久没见了，总应该说两句吧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你在这儿上班吗？我这一不管你，你就混成这样了。我过得挺好的，谢谢你的关心。你真和那个穷小子在一起了？你放尊重一点。难怪，你出来挣钱，补贴他。我没有补贴他，是我心甘情愿的。清浅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你不能老是这么晃荡。正好，我生意上的难关已经过去了，你回来吧，你跟我在一起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就像过去那样。跟着你，像过去那样，帮你搞定各种局，搞定各种人脉关系。那只是工作，逢场作戏。逢场作戏。好啊，让你老婆去吧。我已经离婚了，我想你趁早也跟那小子分了吧。你跟我在一起，合适的时候，我会给你名分的。您太抬举我了，我不需要。你现在怎么这么自暴自弃啊？你要是聪明的话，你就应该跟着我，我保证你过上你想要的那种生活。我现在倒觉得，人应该笨一点，才会过得更幸福。再见。你不要为了面子硬撑，你想回来的时候随时找我。师哥，哎，他们俩呢？又迟到啊？他们……哎，算了，不管他们。看看，这是我做的画展现场设计图。然后根据我们4个人不同的画风，然后我觉得现场的陈设也要符合我们画的意境。你给点意见。挺好，挺好的。师哥，你这一看就没少用心啊。那当然了，毕业这么多年，一点正事儿都没干，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还不抓住了。是，不过师哥，我有个事儿得跟你说说。怎么了？他们俩退出了。如果这个画展要继续办的话，那个钱可能得我们俩平摊。
20万。啊。师哥，你不会也像他们那样半途而废吧20万。谭总您好，我是简单，我是高老师的朋友。啊，我听高老师说过了，你跟他以前是在精彩学校的同事吧？对。他告诉我了，说你这儿有一个付费课程的项目，要跟我聊一下。是。哎，不用忙了，我一会儿还要开会，直接和我说吧，简单一点。好。我想开发一套针对学龄前儿童以及低年级小学生的付费视频课程，以古诗词为主要内容。具体表现形式，我想以课本剧的方式，这样能让课程更有娱乐。财务报表给马总看一下。公司的利润率和净利润率都不容乐观呐，而且人力成本越来越高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你没必要把话说得那么委婉，列文，你仔细的看一下现金流量表，如果再不采取措施，可能顶多我们维系到今年年底就不错了。你们俩，一个 CEO， 一个财务总监，得想办法。大致的思路是有的。说。首先，文史类的书就不要再做了，不赚钱的业务板块必须砍掉，全部转成流行的。可以。还有一点，实体书店得关掉一大部分，你得下这个决心。关吧。继续说。还要至少裁员20%。这个不行，别的都可以。马总，弃车保帅嘛，是全公司几百号人全部失业好，还是牺牲掉20%，保全大局的好？我要是把你裁掉呢？情况我已经知道了，我会想办法。你先回吧，婉柔你留一下。好了好了，我大概了解了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准备拍多少集？每一集的时长是多少？我准备拍20集，15分钟一集。既然是付费节目，那有没有做市场调研？没有。那你的总投入是多少？而它的盈利模式又是什么？我现在做的只是一个内容上的创意。姜老师，您这是第一次创业吧？是的。恕我直言，我感觉以你现在的阅历和经验来讲，还远远达不到一个创业者的水准。当然了，我相信你绝对是一个有能力、有想法的好老师。这样吧，我的公司现在正在招聘讲师，如果你有意向的话，欢迎你入职。谢谢您，这我就不考虑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您给我一次机会，看看我们有没有合作的可能。姜老师，我想我刚才的意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我还要开会，失败。列文，实体书店你都不坚持了，为什么就不能接受裁员呢？其实我要是想自己舒服的话，我就可以把公司关掉，
根本就不影响我的生活。可是对他们不行，他们跟了我这么久，要养家，要还房贷，我得对他们负责任。可是你总得面对现实吧？裁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我们现在是需要一笔快钱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只要不违法，都行。所以我不再坚持什么了。我知道这很难，所以我们要一起想办法。你变了，你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马烈文了。我不知道是替你高兴好，还是惋惜好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欣然说的，他说你打算搞在线教育。对。我觉得你现在这个阶段不太适合创业，弄个补习班比较稳妥。这不用你说，我也知道。可是我现在不想求稳妥。生活有很多方式，你选择了最难的那种。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，我没觉得难。我跟易如分开了，她已经出国了。我没来找你是因为，即使你来找我，我们也不会再有什么。如果你有什么需要，我还可以帮你。我不需要。我想了很长时间，在我这个岁数，还有没有这个能力去经营一份婚姻、一段感情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你找到了和自己相处的方式，那就好了。你呢？我挺好的，我也找到了自己。我有个朋友，我觉得他能帮上你，你一定要见见他。冯总好，冯总好。那边怎么了？万总过生日呢。万总，哎呦，生日快乐！冯总，哎，冯总，刚说要去请你呢，他们拉着我老在这聊天，没抽开身呢。嗨，瞧你客气。哎，我来先给冯总签块蛋糕。放下，我亲自来。好，万总，真是恭喜你啊！你还不知道吧？万总刚跟中银资本签了那个投资协议，就是通州 CBD 项目。身上。那你真是双喜临门，我更要恭喜你了。说的太早了，董事长还没定呢。不管结果怎么样，咱们要记得咱们的约定。生日要开心，谢谢。我去工作了。切蛋糕吧，吃蛋糕，吃蛋糕啊！来，好。来呀，都愣着干什么？来，吃。董事长，我求您了，再给我1个月时间，就1个月时间，我保证签到比万黎明更大的单。怎么，坐不住了？您听我说，万黎明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，他在西北的时候一直跟着我干，没人比我更清楚他的为人。您相信我，他绝对不适合当新项目的负责人。可是人家万黎明跟我在一起都说你什么？都说你好啊。他那是骗您的，当着您一套，背着您一套。这小婷怎么就看上了你这样的人？我本来还在犹豫，现在我确定了，新的项目我还就交给万黎明了。
这不公平。你还好意思说公平？你有这个小婷在四处托人为你当说客，可人家就靠他一个人，就从这点，他就比你强。董事长，就因为您不同意我跟小婷的婚事，所以您一直压着我是吗？就因为万黎明跟您一样是从基层一点点做起来的，所以您就吃这一套是吗？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你肯定觉得你比万黎明强，甚至比我都强。那我就要告诉你，以你现在的这种状态，就证明你心虚，你完全没有勇气去击败对方，是你在对方竖起了白旗。出去。出去！既然我算过了，我现在攒够了差不多400多，定金差不多够了。没必要再那么辛苦。怎么了？另外2个哥们儿退出了。啊？现在就剩罗娜娜跟我。罗娜娜跟我说，如果还要办展的话，一个人至少还要20万。我想了想，我还是算了。那咱们借钱吧。跟谁借啊？通讯录里几百个人，真正有事能帮得上你的，我们一个都没有。马总呢？我绝对不会让我姐再去跟他张口的。最近都累瘦了，别再那么拼命了，啊！明天我就回快递站，估计他们肯定还会要我。没事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肯定有办法。走，回家。你3更半夜不睡觉，就得看这个。睡不着。我帮你是为了让我们好好过日子，不是变成这个样子。那你想让我怎么着？我不想影响你，所以我才自己在这待着。我装不了，我真装不了。我就讨厌这不死不活的样子，怎么这日子没法过了？我比你更讨厌我自己。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？行，那你看吧，你就继续看吧。老曹，上次你说花2000万买 IP 那个事儿，有那么大把握吗？想跟我取经，就不妨直说啊。8万。你呀，就是端着知识分子的架子啊，这看不起那看不上，都落伍了。我和你学历学识都不相上下吧？
你读过的书啊，我也读过；你没读过的书，我也读过。我呀，就不像你那么执拗。我现在打算放自己一马。老曹啊，你这别卖关子了，说说呗，我们也顺道取取经。现在做 IP 虽然不像前几年那么行情好，但是啊，也是大有可为的。我2.5亿那笔买卖，你们都听说过吧？2年前，我花2000万买了一个 IP， 然后啊找了编剧、导演，把它做成电视剧项目。说来也巧，有一家公司它上市，他们也是为了提高估值，我就把这个项目打包2.5亿卖给他们。你这是个案呐，可遇不可求啊。你说的倒是没错，不过这翻一番的买卖还是常有的。那这个周期一般多长呢？这要看你自己了，看你的营销手段。现在啊，是最后一个风口了，要像我一样做风口上的猪。你呀，就是做人太久了。吃。喜欢吗？送你的。我才知道我爸任命了万黎明。你心情不好，就是因为这件事吧？有事儿你别憋在心里，你跟我说，我们是夫妻，不应该有隔阂。那以后有任何事情你就第一时间告诉我，好吗？小婷，你也不用安慰我了，我自己那车开的挺好，不用换。我说换就换。哟，换新车了？是呀，我刚刚送给春生的。春生，其实我挺羡慕你的，有小婷对你这么好的妻子。黎明，你这车再开该散架了，你现在被委以重任，是不是也该换辆车了？嘿，我那车就是花几万块钱买的二手的，就是个代步工具嘛。你送春生这车，我就算是再干20年，我也舍不得买呀。别谦虚了，你现在可是公司炙手可热的红人。那有什么用啊？我也没有一个能送我这么好车的老婆呀。春生才是我们羡慕的对象呢。春生，我有一件正事想找你商量。我刚接手了新的项目，一个人也忙不过来。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我邀请你加入，咱们还像在西北的时候一样配合。你觉得呢？谢谢你的好意，不用了。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不管谁赢，都不能伤了和气。我记得，但不用了。你呀，就是太清高了，太放不下身段。那我先回公司了。成为项目的负责人有什么用啊？还不就是个土包子？怎么能和你比呀？你说你跟他提换车干什么呀？我这不是要给你出气吗？我回去工作了，啊。回来了。
婷，小婷，你这要干嘛呀？出门。去哪儿啊？车能开到哪我就去哪。不，你别这么任性好不好？我任性？谁都可以说我任性，但你不可以。